大家好，我是 Klaus。在前几天，2002年的年末，拼多多一名23岁员工凌晨1点半下班，在路上猝死。一个经认证的拼多多官方账号回应截图称：“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引发了巨大争议。同样也是在最近几天，一个外卖员被保安打死。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拼多多的官方回应，然后探讨中国底层打工人拿命换钱的现状。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简单提一下背景，拼多多是最近2015年才创办的电商网络公司。作为互联网初创型企业，公司以年轻人为主，在以效率和狼性的公司文化之下，公司发展迅速，并在2018年在美国上市，现在市值高达2000亿人民币，可以说是创业型公司的成长奇迹。猝死的员工是一个出生于1998年的女孩，网名为润费，热爱音乐，爱唱歌，朋友说她很精致也很漂亮。刚毕业1年多，入职拼多多之后，被派往新疆开拓社区团购买菜的业务。在拼多多内部通讯软件上，她的签名是费宝为多多守边疆，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很可爱很乐观的女孩子。长期以来，拼多多实施11-11-6的工作制度，早上11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996。因为很多公司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女孩润费在11点下班之后，又加班到了凌晨1点，最终倒在了回家的路上，没能走进2021年，也没能过上自己23岁的生日。事后，拼多多的官方在网上回应说：“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认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很快这条评论就被删除了。随后拼多多否认发表过这个言论，并称是谣言。不过很快被知乎的官方打脸，证实是拼多多官方发布的。拼多多没有办法，又说是外包人员擅自发布的。这些公关的事情我们就不详谈了。我们来分析一下拼多多最初回应的这个观点有没有问题。首先呢，拼多多这个回应引起了社会的各方面谴责，原因主要为2个。第一，拼多多作为出事员工的雇主，对于这件事本应该先是出面道歉，对员工的家属表达哀悼，并公布善后方案和赔偿事宜，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评论，打扮成置身事外的理中客。第二，拼多多的这个回应本质上是一种甩锅的行为，企业作为员工的雇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拼多多却把责任推给了社会，所以拼多多的这个回应引起了很多人的指责。拼多多的这个言论对于逝者毫无疑问是冷血和残酷的，但是如果单纯看评论的内容，让人觉得这番话很像是来自于体制内部的反派高级黑。首先，确实如此，中国底层的人民就是在用命换钱。现在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中共整天宣传的盛世，更不是中共一直承诺要建立的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恰恰相反，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他们口中当初要推翻和打倒的冷血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比他们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还要更现实和残酷。所以，如果拼多多把责任推给社会，推给中共建立的这个假大空的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另一方面，把责任推给社会，也就是把责任推给政府，推给中共，是中共把中国变成了比资本主义更阶级对立的权贵资本主义，让底层社会没有的选择，只能拿命换生活。所以我认为拼多多这番言论很符合高级黑。正如拼多多说的，底层人民哪一个不是在拿命换钱？可是谁愿意拿命换钱呢？但是生活在中国，普通人必须要拿命换钱。中国人的生活最大的矛盾就是收入不能满足正常的开支。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一般在5000元左右，但是有房贷、车贷、衣食住行、孩子的学费，再加上各种其他费用，想要生活稍微有一点质量，月薪没有1万是不行的。所以在各种生活压力之下，普通人只能靠加班来增加收入。996的工作模式实际上对比1周5天1天8个小时的工作，相当于2倍的时间，那么收入自然加倍。可这样就是在拿命来换钱。所以表面上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在提高，但实际上有一部分是增加了工作时长导致的。比如发生在最近的另一个悲剧，中国湖北的一位外卖员被保安打死，
因为夜晚送外卖吵醒了保安而发生了争执。在出事之前，该外卖员在元旦一天跑了80多单，兴奋地跟妻子说，要是每天都这样，这个月就可以挣到1万元了。送一单外卖要到店取餐，上楼送餐，起码也要10分钟吧，80单800分钟，就是10几个小时。如果每天都这样工作，就算月入1万又能怎样呢？工作时间是别人的2、3倍，实际工资没有变，时薪其实还是那么多，多出来的是拿命换来的。根据国际组织的数据，中国人的工作时间比欧美发达国家多出1/3，中国的收入本来就比欧美国家低很多，如果再减掉时间的加成，那差距就更大了。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享受着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用手中的权力和西方的技术获取了巨额的资本，然后用这些资本养着庞大的维稳机器，再把剩余的钱转移到海外。对于人民来讲，中国就是一个奴隶社会，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还不完的贷款，每天都要起早贪黑的不停工作，各方面的压力逼迫着底层人民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赚钱，而大多数人只能靠卖命，也就是超时工作来增加收入，所以才产生了中国996的工作制度。虽然中国法律有禁止企业强制加班的规定，但实际上很多人加班都是自愿的。虽然润肺女孩的猝死，拼多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并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拼多多说是社会的问题也不无道理。虽然对于死者这样的话太冷酷无情，润肺女孩只是中国人民悲剧生活的一个缩影而已。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批评中国人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民主与自由，而主要原因就是大多数人还没有到达关心这些的高度。有6亿人月薪不足1000元，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在为生计而发愁，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而中国现在的奴隶制度完美的把底层的奴隶们限制在了为衣食住行发愁的牢笼之中，而让人民一直在为了填饱肚子奔波，这样就不会有精力想其他的事情了。这也就是中共的一种育民之术。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中国状元企业家张謇的故事。网友何了一声户说，我党就是这么厉害，今天踩明天扬，今天国家主席明天全民公敌，今天资本主义毒草明天社会主义楷模，没有什么正义，有的只有利用。而中国人呢，普遍接受这套玩法，谁拳头大就听谁的，顺从就好了。网友 Alexander John 说，这片黄土地上的商人几乎没有啥好下场，毕竟士农工商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你商人的地位了。网友王来如说，富国强民的根本不在工业，而在制度。网友两韩看两岸说，中共抢钱的7种方式： 1. 印钱，这叫货币发行； 2. 让挣钱的人交钱，这叫抽税； 3. 让花钱的人交税，这叫纳税； 4. 把别人的钱集中起来花，这叫财政； 5. 想挣钱的人必须经中共的许可才能挣钱，这叫牌照； 6. 过路人必须留下买路钱，这叫收路桥费； 7. 不按以上方式玩的靠边站抓起来罚款，这叫政策法规。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